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9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川普政府放行英伟达 H200销中，本周签署 AI 单一规则。多名华人走私英伟达芯片，获中方暗中资助5000万。美国推出新版国安战略，重点与变化。泽连斯基提出修改版协议，批中共无意止战。波兰宪法裁定全面取缔共产党，大陆网民欢呼叫好。美国参议员祝贺神韵里程碑式的成就。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环球直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美国总统川普8号宣布，允许英伟达 H200芯片出口中国市场。在美中贸易暂时休战之际，允许出口这款芯片，对美中贸易和科技竞争将会带来什么影响？下面我们来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您好，可以和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款政策的具体情况吗？你好，陈月。周一呢，科技业呢高度聚焦，川普总统宣布放行辉达的 H200晶片出口中国市场，同时呢，美国将收取25%的获利。这笔上缴美国政府的费用呢，并非由企业支出，而是将以进口税的方式呢，向晶片制造地呢台湾征收。英伟达呢，2024年推出的 H200晶片效能是 H20的2倍。随着美中科技战的升级呢，这款晶片的出口管制问题呢，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议题。此外呢，川普也指出 ，Blackwell 和 Rubin 等新一代晶片呢，不在此协议的之列。外界认为呢，政策转变与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多次游说白宫有关。那黄仁勋呢，先前受访时强调支持晶片出口管制，但认为呢不应该放弃出口中国市场，认为要让世界采用美国的科技标准，也避免中国内部呢自建生态系。另外呢，川普总统呢周一还表达了对战争部打击海上毒贩的支持，来看他怎么说的。Whatever he decides is okay with me. So every boat we knock out of the water, every boat we save 25,000 American lives. That was a boat loaded up with drugs. I saw the video. They were trying to turn the boat back to where it could float. And we didn't want to see that because that boat was loaded up with drugs just like everything else. But every boat we shoot down, and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we're 92 or 94% down in drugs coming in by the sea. And we're trying to find who are the 6%. 周一呢，川普还在真实社交上预告呢，本周将签署一项统一规则的行政令，认为呢不能指望一家公司每次呢想做点什么的时候呢都要获得50项批准。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哈塞特确认呢已经看过行政令草案，他表示呢这项行政令将明确规定美国公司在美国境内呢只有一套标准。目前呢，美国50个州呢都针对资料隐私、家长控制和深伪视频等呢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保障呢民众的安全。不过呢，联邦统一规定呢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上个月呢，川普总统呼吁在国防法案中呢加入条款，阻止各州通过人工智能法案，遭到了2党议员的反对。陈月。好的，还有一个受到关注的消息，就是串流媒体巨头网飞收购华纳兄弟影业，又有了最新的进展。请张亮和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好的。8号呢，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呢，网飞公司呢先前还曾考虑收购影视娱乐巨头迪士尼和福克斯，以及游戏巨头呢易电，但这些交易呢最终都没达成。网飞上周宣布呢，已达成初步协议，以720亿美元的价格呢收购华纳兄弟旗下的制片厂和流媒体资产。收购完成后呢，网飞很可能成为游戏界的新巨头。不过呢，派拉蒙影业呢提出了新的报价，超过了网飞的报价。那每股30元美元的价值呢是1084亿美元，而且是全现金竞争性的收购。强调呢其交易在反垄断和院线
电影方面呢更具优势，比竞争对手呢高出上百亿美元。派拉蒙的执行长大卫·埃利森呢还承诺每年在影院上映超过30部影片。川普总统呢周一表示，在网飞和派拉蒙2家公司呢竞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问题上呢，他只希望收购可以顺利进行。来看他是怎么说的。I know the companies very well. I know what they're doing, but I have to see what percentage of market they have. We have to see the Netflix percentage of market, Paramount, the percentage of market. I mean, none of them are particularly great friends of mine. You know, I want to do what's right. It's so very important to do what's right. 另外呢，川普总统还发文指出，墨西哥持续违反全面的水资源条约，严重的损害了德州的农作物和牲畜，还欠了美国大约超过2.4亿立方米的水。他要求呢，墨西哥在12月31号前呢释放其中1/4的水。目前呢，墨西哥还没有回应。川普总统表示，如果墨西哥不立即释放这些水呢，将会加征5%的关税。陈月，好的，谢谢张亮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年3月解任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劳特，案件日前已经进入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听审程序，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支持川普总统，这也攸关川普能否开除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后续诉讼。美国最高法院9号在川普诉史劳特法案的辩论中，6名保守派大法官都表态支持川普可基于政策理由解雇，显示法院极可能推翻长达90年的法律先例，赋予总统对独立机关更大的直接掌控权。川普今年3月决定解任 FTC 民主党籍委员史劳特，但没有给出具体原因。史劳特立即提起诉讼，认为这违反了最高法院的1935年汉弗莱遗嘱执行人起诉美国案判例，允许国会保护联邦监管人员，免于他们遭到无故解雇。在8日最高法院的辩论中，6位保守派大法官援引美国宪法第2条行政权应由总统掌理，以及总统应确保法律被忠实执行的条文，主张总统必须能全面控制、负责执法以及规定规则的行政机关。The one thing Seila Law made pretty clear, I think, is that Humphrey's executor is just a dried husk of whatever people used to think it was, because in the opinion itself, it described the powers of the agency it was talking about, and they're vanishingly insignifican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the FTC looks like today. 与此同时，3位自由派大法官强烈反对推翻现行制度。他们担心，如果允许川普无理由解雇联邦机构官员，可能会让行政部门有权解雇其他机关负责人或低层公务员。对此，美国法律战计划资深顾问菲利蒂在接受英文新唐人访问时表示。Well, I think what we see, if there is a win for President Trump, is that we will have a more carefully designed parameters in which people are appointed and in which they exercise their power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has led to this point is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80 or 90 years, these independent agencies have gathered much more power onto themselves than was ever intended by Congress. Yet there's never been a good way to hold them accountable except through normal resignations or normal terms. This is a way to hold agencies more accountable, which they were not before. 川普诉史劳特案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公布结果。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维、陈灵芝整理报道。美国司法部周一起诉了2名中国男性商人，指控他们涉嫌走私英伟达芯片到中国。目前2人已经被拘押。根据司法部文件，现年43岁、住在纽约的华人龚凡月被指控与58岁的加拿大华人袁本林串谋，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走私先进芯片到中国。检察官指出，龚凡月和袁本林涉嫌与一家香港公司的员工以及一家中国 AI 科技公司的人员串谋合作，企图规避美国出口管制。2人已分别在上周及11月底被捕。本案已查扣逾5000万美元和英伟达芯片及图形处理器。如果共谋违反出口管制法罪名成立，袁本林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和最高100万美元罚款。龚凡月将因串谋走私、物流出境面临最高10年监禁。根据法庭文件，住在德州密苏里市的许浩和他在休斯顿的公司浩 Global LLC 承认参与走私。许浩从中国收到超过5000万美元资金，从去年10月到今年5月，他出口或企图出口至少1.6亿美元的英伟达 H100和 H200芯片。
许浩将面临最高10年徒刑。FBI 反间谍部门助理主任罗曼·罗扎夫斯基指出，我们要求私营企业警惕这个日益严重的威胁，因为对手国正试图追赶美国在 AI 领域的突破。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韩国表示，中共2架军机和俄罗斯7架军机今天上午闯入东海和南海的韩国防空识别区，并在对马岛上空汇合，停留约1小时，没有进入韩国领空。韩国空军则紧急派出战斗机升空回应。相关人士指出，中俄军机每年会在朝鲜半岛的附近空域进行1至2次的联合军演。防空识别区和领空不同，是为了防止领空遭入侵而设置的区域。依照国际惯例，进入他国防空识别区应该事先通报。不过，俄罗斯不承认韩国防空识别区的管制权。另外，共军进入的梨屿岛上空是中韩2国各自防空识别区的重叠空域。再来关心俄乌战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欧洲多国进行访问。他说，乌军团队正在调整现行的20点提案，希望可以在9号送交美国。另外，泽连斯基也直言，中共根本没有意愿推动停战。泽伦斯基8号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见面，前一站和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盟国领导人讨论和谈方案。泽伦斯基透露，出版方案中对乌方最不利的内容已被移除，乌方团队仍在调整现行20点提案，希望可以在9号送交美国。Американські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знають базові українські позиції. Це була розмова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а, хоч і непроста. 英国、德国和法国首脑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达了强烈支持。他们认为，当下对基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时刻。That we stand with Ukraine, and if there's to be a ceasefire, it needs to be a just and lasting ceasefire. 另一边，美国总统川普对基辅处理和平协议的方式表达了不满，并施压乌克兰同意与俄方达成协议。And I have to say that I'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that President Zelensky hasn't yet read the proposal. That was as of a few hours ago. His people love it, but he hasn't. But Russia is, I believe, fine with it, but I'm not sure that Zelensky is fine with it. 不过，普丁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美国需要对其在乌克兰问题的文件做出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修改，但他没有明确说明莫斯科希望华盛顿做出哪些改变。泽伦斯基在线上记者会回应关于中共在谈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表示，中共并无意愿协助推动停火。Найголовніше в нашому випадку це вплив, який Китай точно має на Росію, особисто на Путіна. Але при всій повазі до народу Китаю, до історії, до культури, ми повинні чесно сказати, я не бачу, щоб Китаю було вигідно закінчення цієї війни. 泽伦斯基也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共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根据乌方情报，中共却有向俄方输出电脑数值控制工具机。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陈灵芝综合报道。西太平洋安全情势受到关注。为了吓阻中共，当前美国和日本都在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美国白宫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要与盟友一起打造军队，在第一岛链阻止侵略。而日本也正在台湾周边打造导弹群岛，严防中共的军事行动。彭博社9号报道，日本正在进行40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部署，包括在琉球群岛建设飞弹发射阵地、雷达塔、弹药库和其他作战设施，在九州部署 F-35战斗机、远程飞弹等军事力量，以及扩充2栖快速部署旅。而距离台湾只有100多公里的与那国岛，目前已经有将近230人驻扎，未来1年将新增30名工作人员，组成电子战部队。同时，随着部署防空飞弹的计划，预计还将有更多人员进驻。美国白宫5号公布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内文8次提及台湾，指出美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径，并将打造一支军队，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地点阻止侵略。The first island chain that you mentioned, and Taiwan is in the very middle of it, if you think of it like a castle wall. So if you break the chain, you take Taiwan,
then you can easily push the Chinese military into the Central Pacific. You swing up to the north, you isolate Japan. Swing down to the south, and you isolate Australia. You make it very hard for the Americans to operate. 7号，中共辽宁号航舰战斗群近年来首次通过宫古海峡以后北上航行。一名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自卫官8号发文，表示辽宁号很可能是故意进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先前公告的军事训练海空域。并表示，中共航舰特地在这个区域内进行舰载机的起降训练，可能是要故意干扰甚至挑衅美军和自卫队的演习活动。新唐人也在电视邱春荣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描到台湾有事言论，遭中共不断抨击和制裁。日本木白大学教授石井贯太郎认为，中共完全打错算盘，这些举措只会起到反效果。 中共的举措起到反效果，中共的形象变得更糟。美国媒体已将中共的言论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广为传播。澳洲、加拿大的媒体说，中共很不像话，那种人怎能当大使？引起哗然。中共限制中国人到日本旅游，禁止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石井贯太郎教授表示，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实质效果。 中国游客的减少对日本影响不大，一些缺乏礼仪的中国游客减少，日本人或其他国家的游客就会增多。中共扬言限制赴日留学，这真的有效吗？我所在的大学在上周发表了新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报考我校的中国留学生是往年的2倍。 石井贯太郎教授透露说，他的中国学生来日留学不久，就不再相信中共的洗脑教育。中国留学生来日本1年，或许半年就会知道，中共的教育都是假的，就会了解日本的真正面貌。很多人都充满了在日本学习与生活的意愿。中共的限日令加速了日本经济的脱中共化。石井贯太郎认为。 中日的紧张关系正在加速日本经济与中共脱钩，最终导致中国经济更加恶化。只有中国制造，只能在中国才能买到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日本是很擅长重新打造供应链的。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深厚，现在正是大量日企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的时候，而中国最终被孤立。 中共的种种报复措施并未影响到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据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11月份的支持率仍然高达75%，这反映出日本国民对高市首相的期待与支持。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乐飞、广田光弘东京采访报道。 中共外长王毅周一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会面时，声称台湾地位已被开罗宣言等7重锁定。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习惯性扭曲相关国际文件，即便锁定700次、7000次，也不会成真。中方他所谓的锁定，实际上应该可以解读成他持续惯性的扭曲相关的国际文件。如果是这样子的锁定的话， 即便是锁定了700次或7000次，也不会成真。2次大战结束之后，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旧金山合约，取代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政治文件。台湾绝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说法也已经获得了国际主要民主国家的肯认。 美国川普政府日前发布了第2任期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作为未来4年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南。这份新的安全战略发布后，引发各界的关注，认为是了解美国执政方针的重要文件。而作为美国敌对政权的中共，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反应。那么，这份新的国安战略在美中关系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对未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下面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马克时空和时政春秋主持人马克。马克先生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您好。那么首先想请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您看来，新的这个美国国安战略有哪些特点，或者是说需要哪些关注的重点是在哪些方面？实际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
从篇幅的角度来说，这个新的这个国安战略呢，它相当于是把亚洲部分放的最多，页数最多，文字也最多。然后呢，其次是所谓的西半球，那么也主要是美洲大陆，然后是欧洲、中东和非洲带来这样的顺序。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它的这个国安，美国未来的国安的一个重点的铺陈，也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篇幅来定义的。那么美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实际上是强调了，就是以美国为中心，就是要以美国强大以后才有可能达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战略的这个稳定。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强调的是整个美洲大陆一定要是成为一个安定的美国的后院。再有一个就是在亚洲部分，那么强调的是说，与中共的这个就是美国政府执行了这个近30年的这个拥抱熊猫，与中共接触的这种策略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已经明确表示这个是失败的。那么未来呢，和中共的竞争是更加激烈，但是呢，他不希望发生战争，所以说，川普呢，在这个新的这个国安策略的战略当中，还是强调的是在保持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就是能够阻绝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要强调的是台湾的重要性。那台湾重要性的话，它主要有2点，一个是芯片生产上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起的主导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正好处于第一岛链的核心，同时呢，它又把东北亚和东南亚分开了，等等，反正就是它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性。那么对欧洲部分来说呢，它实际上是强调的是说，让欧洲自己能够管理，能够通过自强，然后能够承担这个美国的这个责任，而美国呢是辅助欧洲国家，然后呢让他们保持就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安全。那么对于中东的部分来说，那么川普呢就是政府呢基本上是认为中东呢已经实现了和平，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说中东的部分来说，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比较战乱的一个比较的核心。那么现在来说，随着美国成为一个最大的这个石油生产国以后，那么整个中东已经开始从能源供应开始转化到另外的部分了，就说它可能会成为世界各地的一个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同时呢，他们也在发展 AI 核能等等，他们也在进行产业的转型。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是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我觉得是国安战略的一个转变吧，就是从欧洲进行撤退，然后呢，它的主力呢放在亚太地区。那么目前来看，美国和中共实际上是代表了国际上的2大阵营的对抗。就是根据您的观察，新的这个国安战略在美中关系方面，它有没有变化？我觉得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实际上，特别是这次强调呢，就是说，在这个经济和科技上，它一定要领先，保持优势。那么实际上来说，这次他特别也提到了第一岛链等等这些以前的这种概念。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目前来说，川普政府呢特别清晰的表达了，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经济和科技上要保持优势。那么实际上来说，川普就是美国与这个亚洲盟友，就是包括印太地区的盟友，它的这个经济总量呢，实际上是中共的3倍以上。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它是具有天然的优势，所以说这种优势呢，它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保持。所以说可以看出，未来这个美国和中国呢，在这个科技和这个经济上的这个竞争呢，会更加激烈。那么川普政府呢，他会采取更多的方式围堵这个中共，同时呢，他要把这个供应链转移出来。那么他也明确的说明，就中共为了避开这个美国的这个围堵，那么他呢就把大量的这个产业链呢转移到了所谓的低收入国家，那么也主要就是东南亚国家。那么现在中共和这个东盟之间的和低收入国家的这个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中国和美国贸易额的4倍。所以说他已经看出了中共呢是在这个不断的把这个供应链转移出来，然后呢避免受到这个美国的围堵。所以说美国呢相对来说未来也会采取一个更加弹性的这个政策，可能针对这个要做出一些就是采取措施。所以说从经济上来说对中共进行打击，这是一个可能未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而且美国会持续进行。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说这方面呢比与中共发动战争那会更加有利，而且呢也会更有效。那么他认为就是说，第一个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川普政府呢是鼓励就是在东亚的这个盟友日本、韩国等国家加强的这个军备，
然后呢让他们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支援台湾，来对抗中共。所以说可以看出呢，他在这个整个的印太策略当中，就是对华来说，主要是以经济和科技战为主，然后呢，对于台湾来说呢，更多的是明确台湾的重要性，然后呢，让这个东亚的盟友更多的去支援台湾，同时东亚的盟友也要加强自己的军备，这样的话呢，它是以一个同盟的这种方式来对抗中共。所以在您看来，这个新版的文件对于美国的未来的外交政策将会有怎样的影响？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可以说他宣布了这个美国与这个中国接触和拥抱熊猫的这种想法呢是完全的破产了。那么他未来将不会再采取这种方式。那更多的话，他与中共呢是一种竞争或者是这个对抗的这种模式。那毕竟来说，这个欧洲呢，它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美国差不太多，所以说他认为欧洲完全有能力自保只要你拿出足够的钱，然后呢用于国防。用于这部分开支的话，那么对抗俄罗斯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美国呢就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欧洲能够自强，然后呢，美国呢就从欧洲呢把主要的军力撤出来，然后让美国以这个更多的把更多的精力和军力部署在印太地区，保证印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呢这次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转移，而且是非常清晰的。去全面的去讲了他的这个战略转移的原因，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就是他与中共呢既要保持斗而不破的这种状态，他不会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在经济和这个科技方面的这种对抗呢会更加的激烈，而且呢他会更加的支持台湾，然后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日本政府的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论也是对台湾的有力支持，而且呢对于中共来说也是踩了中共的这个红线和他的尾巴，所以说你可以看出中共跳得很厉害。不过呢，这也正是整体的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所以我可以看出，未来就是川普呢会在亚太地区团结盟友，集中的打击中共。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未来的走向吧。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也感谢您加入我们的连线，谢谢。下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波兰宪法法院日前裁定波兰共产党为非法政党，正式取缔波兰共产党，引发世界关注。中国网友也纷纷在评论区表态。波兰共和国报报道，波兰宪法法院全体法官周三裁定，波兰共产党的宗旨和活动与宪法规定不符。波兰宪法第13条规定，禁止任何基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存在。波兰共产党成立于2002年，声称自己是二战前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而不是战后苏联支持的波兰统一工人党。2020年，波兰前司法部长齐奥布罗向法庭申请取缔波兰共产党。上个月，现任总统纳夫罗茨基也提交了取缔申请。纳夫罗茨基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基本人类价值观以及欧洲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波兰共产党歌颂那些杀死数百万人的罪犯和政权为波兰法律所不容。波兰共产党被正式取缔的消息在抖音平台疯传，网友抨击中共，邪教就该剿灭，铲除邪恶，这是人类毒瘤，当今世界灾难的制造者，人类史上最邪恶组织。大纪元社论9篇共产党指出，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邪教。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赵嘉林综合报道。周二，原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白天辉以受贿罪被执行死刑。中共当局声称，白天辉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1.08亿元，是原华融公司董事长赖小民的重要帮手。赖小民已经在2021年被执行死刑。白天辉去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死刑，他随后上诉被驳回，法院维持原判。法院称，2014年到2018年，白天辉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在项目收购和企业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超过11.08亿元。白天辉2019年1月被逮捕。2021年1月，原华融公司董事长赖小民因受贿17.88亿元人民币，
被执行死刑。白天辉案与赖巧明案息息相关。白天辉曾在中共反腐纪录片中出镜称，有很多项目都是赖巧明直接交代的，都是他的朋友的，有些时候为了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刘芳综合报道。周二，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了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中指出，截至12月1号，全球共有503名记者遭到拘禁，其中中共当局拘禁121人，含香港的8人，其次为俄罗斯48人，包括26名遭到拘禁的乌克兰记者，排名第3为缅甸，关押47人。中共国仍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监禁人数超过俄罗斯和缅甸的总和。2026年是美国神韵艺术团创建20周年，今年的全球巡回演出即将拉开帷幕。在美国德州，有10多位市长向神韵发出褒奖，表彰神韵弘扬传统价值观、高超的艺术、丰富社区文化，给人们带来希望。日前，来自德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科宁也发出贺信，祝贺神韵所取得的成就，愿神韵未来更加辉煌。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前共和党党鞭约翰·科宁在贺信中写道：“近日得知神韵艺术团正在庆祝成立20周年，并将展开全球巡回演出，包括在德州的多场演出。我恭贺你们取得这一重要里程碑式的成就，你们整个团队都值得为此感到骄傲。在神韵20周年之际，表彰你们的奉献精神，承传并分享中国古典舞、音乐和传统。我鼓励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追求卓越成就。”目前，德州已有多位市长为神韵艺术团发来褒奖令，还宣布当地上演神韵的日子为神韵日。2026年1月2日起，神韵艺术团将在德州奥斯汀、达拉斯、拉伯克、圣安东尼奥、休斯顿等至少9个城市演出几十场。神韵。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雨薇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香港大火遇难者增至160人，家属质疑官方数据。来关注香港鸿福苑大火事件。香港警方今天表示，再找到一具遗骸，而且确认其身份，死亡人数从159人增至160人。另外，之前的31名失联者中，已有24人追查到了去向，再加上最新找到的遗体，目前只剩下6名失联者。但有家属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和失联人数低于真实数字，因为警方只计算已确认的遗体，另有死者未必有亲友报告失联。中国流感疫情12月进入了高峰期，多地医院人满为患，不少儿童患者死亡。民众披露其实就是新冠复发，但官方声称是甲流。青壮年猝死案例也很多，而且心肌梗、脑梗、脑出血的病人年轻化，甚至出现学生患者。中国多地医院人满为患，楼道加床，大批学生请病假。网传有儿童染疫后，短短几天身亡，还出现许多重症患者。中共官方称，主要流行的是甲型 H3N2 毒株，没有特效药。但有民众披露，甲流其实就是新冠的复发。还有民众曝光，青壮年猝死案例也很多，怀疑是国产新冠疫苗的后遗症所导致。我的感冒的连续都还没好几了，又开始了。我感觉就是疫苗引起的。现在死亡率这么多，我的同学都死了好多个，我说都睡不到的，要在地方上才能知道呗。疫苗这个的一直都有啊，心肌梗啊这些，有年轻化的趋势了。还有民众发现，突发脑梗、脑出血的病人年轻化了，发病后语言、记忆、智力和行动能力受到严重影响，需要长期康复治疗。我老公在医院住院的时候，还有一个8岁的小孩也是脑梗，四肢都偏瘫。我老公39岁，很多病房里有很多我老公年龄相仿，没有三高，只要得了脑梗就让你各种查，因为他找不到原因。结果呢，告诉你2口没闭合，你是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据了解，山东19岁女大学生和江苏17岁的高中生脑出血后，花费几十万治疗费用，生活仍然无法自理，只能仰赖母亲照顾。
但现在还是不能自理啊，不能走路啊，吞咽也不好，言语不行，每天都要去康复锻炼。脑出血需要持续治疗啊，因为他好多工人都没有啊，3年了，花了60多个都动不了，走路也不怎么好吧，希望他自己能自理了就好了。上海卢医师表示，老年人中风与动脉硬化斑块密切相关，年轻人是因为压力大、熬夜、喝酒等造成血压升高、血管爆裂所导致。他曾经接诊一名50岁的患者，打麻将时因为拿到好牌，一时激动，血压升高，突然睡着叫不醒 ，CT 查出是脑出血。脑梗、脑出血一旦发生，要么致死，要么致残。我们医院康复科病房10个当中，大概有3、4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在那边康复锻炼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熊彬、高玉采访报道。湖北女孩孙娜拉自从接种武汉疫苗后身患重病，近期她在北京就医期间遭到了原籍及北京当地警察的双重维稳，在压力之下，她一度想结束生命。12月1日，一名身穿警服警号023219的警察敲开了孙娜拉在北京钥匙酒店的房间门，并口头传唤，要求强制带她去派出所进行检查，但没有说明原因，被孙娜拉拒绝。孙娜拉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上门只有他一个人，我当时质疑他的身份，会让他警官证给我看。他也不给我看，他还强制口头传唤我，强制拽我，拽倒在地上，凶神恶煞的。”隔天，孙娜拉到派出所要求涉事警察道歉，但遭到拒绝。孙娜拉在2021年被当时工作的银行要求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后，很快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心脏、肾脏严重受损，乳腺、肺部等多个器官也同时出现病症。我大学刚毕业就得了这个重大疾病，如果我不坚强，我根本就活不下来，死了好多人了，好几个3甲医院北京有名的。他们都说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好的药了。他透露，一些专家认为病情可能与疫苗有关，但碍于官方的禁令，不敢将相关的内容写在病历中。他肯定不会给你写，因为这个疫苗就是国家让我们打的，他写了就证明和国家作对了。过去4年多来，父母卖掉房子为他治病，还背上债务。同时，孙娜拉常年遭遇维稳和打压，身心疲惫，一度萌生轻生念头。5年我已经山穷水尽，重大疾病它和心情也有关系，3天2头处处被打击被镇压，我都感觉我快死了，就是感觉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不然的话谁会走那条不归路呢？孙娜拉的遭遇只是新冠疫苗受害群体的冰山一角。11月27日，北京科兴疫苗受害人参与起草呼吁建立新冠疫苗伤害保障救助机制倡议书的维权人士钱大龙，被警方传唤后失联至今，他的微博等社媒账号也已经消失。多名声援钱大龙的疫苗维权人士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疫苗受害群体，并要追责中共隐瞒疫情、全球受害的责任。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侯宁、黄宇宁采访报道。中华民国数据统计，去年至今，小红书平台涉及诈骗案件累计1700多件，财产损失高达2亿4千多万元新台币。而小红书对台湾政府要求的配合打击诈骗是置之不理，因此被限流1年。对于有舆论批评说此举是限制言论自由，内政部长刘世芳周二做出了说明。内政部长刘世芳前往基隆庙宇进行防灾宣导，推广小菊书，强化民众避难应对。昨暗到今仔日早起是日本的轻生啦，发生的地动足严重。你看到日本为首相开始，甲所有的地方政府拢动起来就表示啥？人因做好因家己应该有的这个紧急避难，但是咱台湾嘛是同款做会到。台湾政府发放970万册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宣传正确防灾。而近期因为管控中国的小红书平台，部分舆论表达质疑，刘世芳做出解释。那有的人就会质疑说，那其他包括 LINE 也好、脸书也好，有没有处理？有。这2天呢，我们的打诈指挥中心就会邀请这4个这个主要的这个法律代理人呢，到这个我们的办公室来检讨一下。小红书不理会台湾政府要求配合打击诈骗，遭限流1年，要求改善。对于反对意见批评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内政部也强调，限流并非禁止，而是要减少受骗族群，也是仅小红书存在过度要求权限，
及收集个资等问题，恐使民众个资外泄，衍生更多疑虑。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汉、廖姿莹，台湾基隆报道。YouTube 节目主持人凯利·史密斯曾一度信奉马克思主义，抨击信仰。他后来摆脱了这种意识形态之后，开始思考为什么共产主义是邪教，是如何操控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又是什么？来看本台记者史蒂夫·兰斯的独家专访。How would you say 马克思的世界观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influenced you? I was introduced to 大学时期，我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当时是以一种正面形象呈现的。那时我读了很多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理论，这些都来自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当时信的那一套觉醒意识形态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对我有什么影响呢？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它让我相信我是受压迫的一员，让我产生一种受害者心态、怨恨的政治观，认为是受害者。您之前讨论说，在这种论调里，语言是个强大的工具，为什么呢？ Like all cults, it's very 就像所有邪教一样，它很看重语言，创造了许多新词。它创造了新词和短语来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比如有毒的男子气概、顺性别、白人特权、白人脆弱性等等。他创造这些新词，告诉你这些东西现在有标签了。他还做了邪教都会做的事，就是重新定义词语含义。觉醒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甚至重新定义了女性，而且影响力大到现在连政治家、执政者都没法定义什么是女人。有一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竟然无法定义女人的含义。语言真的能控制人，一旦你开始遵循邪教的字典或词汇，你很快就会发现，在这个邪教里有些话不能说了。神是破解马克思主义的解药。回顾历史，每一个共产独裁政权都竭尽全力地镇压宗教，取缔对创世主的信仰。他们把这些当作威胁，因为如果你相信超越自身、超越政府的生命，那暴力政府就没法夺走你的信仰，你最重要的东西。他们能夺走你的一切，甚至是生命，就是夺不走你对神的信仰，那是他们没法掠夺的。你信仰着比他们更高的生命，而不是政府。所以信神对暴政构成威胁，因为他们想让你怕他们，想让你崇拜他们。我们看到各种信仰在中国都因为这个被迫害。中国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心，或者说主要支持体系向全世界扩散。我想听听您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看法。列宁很早就使用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标签，为什么这个包装这么吸引今天的年轻人？ I think because it's原因是，每当有人想再次向大众推销社会主义，他们就得重新包装，找出新的推销方式。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听到支持社会主义的人说：“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没实践过，我们还没尝试，这回要让它完善起来。”他们得找个新路子兜售出去。我刚才在休息室和这的工作人员聊起委内瑞拉，他们当时宣传的是21世纪社会主义，加上了一个小小的修饰语，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会说：“哦，这是社会主义，但它是民主的。”但在我看来，这没什么区别。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美国交通部和卫生部发起让旅行再次适合家庭。关系到你人生的秀，这就是你生命等待的。神韵，每年一套全新节目。
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肯尼迪周一共同发起了让旅行再次适合家庭的运动。交通部表示，将拨付10亿美元资金，改善机场旅客的健康出行和舒适度。So I'm announcing at DOT that we have $1 billion in funding for grant programs to make the experience better in airports. 达菲表示，机场可以自行决定经费的用途。他建议最好用于改善家庭旅客设施和旅行健康。I want to expand the play areas for kids. I want additional nursing pods for nursing mothers. Maybe I want a workout area where people might get some blood flow and doing some pull-ups or some step-ups.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肯尼迪表示，美国每天大约有300万旅客搭机旅行，但机场却长期缺乏健康的饮食。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ecretary Duffy is encouraging these airports to do is to open up new options like the one you see behind you, Farmer's Fridge. 他还强调，机场设施也要考虑母婴的旅行需要。A lot of airports are not very family friendly in that sense. And one of the projects that we're hoping that the airports will spend money on is improving the experience for mothers who want to travel with their babies. 健康网红保罗·萨拉迪诺建议机场设立健身区。I think the goal that we're thinking about is mini gyms, 3 to 5, 10 to 15-minute workouts. We don't need people to get sweaty. Can have a very positive health impact, but a very positive mental impact, but less than 15 minutes. 3, 4. 交通部长达菲表示，改变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旅客会感受到变化。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唐成综合报道。洪都拉斯11月30号总统大选的开票过程一度呈现焦灼，选委会以技术问题为由，在5号深夜暂停计票，8号终于恢复计票作业。美国总统川普支持的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以40.52%的得票率，暂时领先自由党候选人纳斯拉亚1个百分点，双方差距约42000票。两位候选人同属保守派，在计票过程中，两人多次互有领先，并且也都曾经表示，如果胜选，可能恢复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下面请看一组环球财经简讯。德国联邦统计局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10月进出口贸易呈盈余局面，而且盈余金额增加，报169亿欧元，高于9月份的153亿欧元，也高于经济学家的预估。德国10月进口月比减少1.2%，出口仅增加0.1%，进口萎缩推高了贸易盈余。澳洲央行周二无异议通过决议，保持现金利率在3.6%不变，下次决策会议预计在明年举行。澳洲目前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通胀则返回2%到3%目标区间的高处，令澳洲央行不得不停下降息的脚步。德国议员被传下周将批准29项军事采购合约，总价值高达520亿欧元，相当于610亿美元。采购范围包括基本军事装备和服装，价值42亿欧元的步兵战车，30亿欧元的防空拦截导弹等，还有16亿欧元将用于侦察卫星。周二，韩元对美元一度大涨，原因是韩国国民年金公团近期在抛售美元。韩联社报道，韩国财政部成立外汇稳定工作小组，旨在应对外汇市场波动加剧的问题。工作小组主要评估出口商的货币兑换模式和海外投资趋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郑智综合报道。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纽约杰维斯港圣诞游行点灯，法轮功团体获得褒奖。上周日，纽约上周的杰维斯港市举行了第53届圣诞游行和点灯仪式，法轮大法团体获得了褒奖。游行从和杰维斯港交界的宾州机场公园开始，一路向杰维斯市中心行进。当地多个社团、青少年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不断与民众挥手互动，不时还向小朋友们撒出糖果。
分享庆典的喜悦。We love celebrating the holidays. This is just the way for us to kick off this. We wish the community all the best for all people in need, that they find happiness, health. And we're wishing you a blessed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Preparing everything for our big night on Christmas Eve. 很多民众是第一次在游行中见到法轮功团体的队伍，对太鼓队、腰鼓队等带来的精彩曲目表示赞叹。I love it. I love the culture. So colorful, outstanding, awesome. Oh, it's wonderful. Very wonderful. This gives u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and show our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for being in the community. 游行结束后，人们聚集在杰维斯港市前街，在倒数和期待中，高大的圣诞树瞬间点亮。Here we go. 3, 2, 1, go! 法轮功团体还获得了这次游行的最佳音乐表演奖。It was very nice of them to do that for us, and kind of boost our morale a little bit to come back every year.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奥里弗纽约上周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关系到你人生的秀，这就是你生命等待的。神韵，每年一套全新节目。